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开始啦。但是，坦白讲，我看到留言区很多网友在猜我们今天是不是讲孤军的故事哦。以后有机会会讲，但今天讲的其实不是孤军的故事，今天讲的是比你们所知道更少人知道、更冷门的一个事件。这个计划叫做武汉计划。那呃，可能真心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这是太冷门的一件事情。但没关系，今天我们就算是冷门呢，我们也是会讲。那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你该知道，有些人的牺牲你该了解。那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各位来一个开场诗。冷战铁幕落东方，海峡风高夜更长。来去敌后非正规，一纸密令换身亡。龙潭夜雨训散兵，铁路千里欲断行。敌后孤影无人问，冷战余生在人心啊！我要讲的是啊，前几天我跟那个韩明哥不是做直播嘛，然后我说我 AI 每次都骂我，说这个开场的时候怎么不赶快开场，在那边乱七八糟瞎讲，然后这个拖一大堆时间，靠！结果我发现妈还是真的，你知道，因为我现在都会做字幕，都会做多重语言的字幕，简体啦、繁体啦、英文啦，甚至我最近还有一部影片是做4语字幕，连越南语我都做出来。结果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在那个用 Cloud 写脚本，就是整个让它可以自动下载、自动翻译的脚本。那结果写一写，哎，就有那么一集，就是韩冰哥那一集的字幕一直弄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大概有1分钟没有音乐，也没有讲话的声音，我们就是打一个这个要开播的影片在那边。靠，正常很多台这样做，对不对？但结果我们这样一做，我后来 AI 就发疯了。你知道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那个 OpenAI 它的那个 Whisper 语音辨识软体，结果因为你跟他讲说，哎，我们来做语音辨识，他听到前1分钟没有声音，他就 k 笑，哇，然后就说，本字幕由谁谁赞助，本字幕由谁谁谁赞助，本字幕由谁谁谁赞助，所以简单来讲，以后我们开场要尽快开始讲话，要尽快开始讲话，好不好？这个，哎。而且我们今日的活动，大家看清楚了。郭鬼鬼知道我晚上直播了，特别传讯过来啰里吧嗦。他说：“嗨呀，今日的目标一定是要为我献上一个这个生日红包。”那其实也就是，所以今天的目标呢，就是各位抖到目标之后，我们下次郭鬼来就送他一个生日红包，好了。今天没有办法送，因为摸急。就是这样子啊，好啦，那各位目标看着，然后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这个故事跟方向的。为什么武汉计划真的很少人听到？这个 Kevin1618说，鬼鬼师傅生日快乐，祝福老朱早日取得恢复信用交易，抖内收不完。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办法办信用卡，请大家多多见谅。那来。今天我们不是讲爽文，我们讲那种你以为在拍谍报片，结果其实是耗材片的真实故事。先听我讲一句很不政治正确的话：很多冷战计划在档案里面看起来像007，哎，好像里面人风流倜傥，然后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出生入死，但实际上的操作，它更像鱿鱼游戏。差别只有一个，007至少还有剧本，这些人受尽千辛万苦，各种极端的磨练，但是他们没有剧本，而且他们往往不会成功。那为什么？今天的题目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冷战期间啊，中华民国敌后空降作战计划，代号反共救国军，
核心执行案例叫做武汉计划。我猜听过武汉计划的人，真的在现代已经非常少了，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在1950到1960年代呢，中华民国国军真的有一群人经过极为严格的特种训练之后，被空投到中国大陆。任务是什么？他们比现在的梁山特勤队还要强，还要孤单，还要无助，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在敌后筹建反共组织，策动群众起义，破坏交通枢纽，破坏军事设施，也就是你要孤身一人被空投到毫无支援、毫无协助的人，甚至四方被包围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要执行这个极为困难、极为麻烦的工作，就是你要跟整个国家为敌。听起来很帅，对不对？但是多数的人在落地之后几个小时内就被围剿，有些人被关了24年，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而且更恐怖的是啊，有些人在台湾还没出发，对方就已经知道他要来了。今天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说明，前面我们会讲战略背景跟制度化的过程，中间要讲的就是部队编组，还有实际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再讲那些真正被派出去的人，最后再来收尾。这是100%九死无生的一个计划，但是真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愿意参与，但没有一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成功的。哎，这个真的是很无奈啊。来，我们先把背景说清楚。1949年呢，中华民国政府拨迁到台湾之后呢，两岸就正式进入长期军事对峙加政治角力的模式。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边是我要守住第一岛链，一边是我要反攻复国。我先问一句啊，你们觉得当时的台湾对美国来讲是什么？我跟你讲，当时啊，美国对台湾来讲重要多了。不对，是讲错了，是台湾对美国来讲，在当时重要多了。我们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核心，讲白一点，是一颗很重要的棋子。但是对蒋中正来讲呢，台湾不只是防守基地，他还把它当反共复兴基地，跟重返中原的跳板。所以国军呢，没有全缩回来当海岛防御宅宅，没有，他们还在搞一堆很硬的东西，敌后空降作战、渗透破坏行动。各位，这就很像你在玩某些战略游戏哦，正面打不过，不能正面打，那就派特种兵去后面破坏交通，搞心理战、搞经济战、搞情报。问题是游戏里面死了可以重来，现实里面死了就是死了。我记得这个故事，倪匡的小说里面曾经有提过类似的事情，因为你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这些人被空投过去，根本就是只有牺牲的可能，毫无任何成功的机会。而当时呢，美国全球战略把重心压在第一岛链上。1954年呢，签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但这里的中是台湾的那个中，中华民国的中。一方面保障台湾安全，一方面告诉你说你不要乱反攻，别搞到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台北决策圈就得想，就跟现在我们外交部想尽办法要让赖清德在各地跑来跑去是一样的。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源，那你就只能花钱。花钱，问题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很有限啊。你若能够一次买到2个国家的资源，那表示你要花
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他要维持反攻复国的这个政治动能，又不能让美国翻桌，也不能把世界带进核战，那怎么办？那就只能打非正规战、游击战跟特种情报作战。于是你看到国府列出来所有的这个计划，什么中兴计划、黄龙计划、武汉计划、天马计划、野龙计划。你如果听这样子的名称哦，像游戏任务列表的话，对你直觉是对的。但是我要讲更残酷的现实是，你把档案解密跟历史研究翻下去，你就知道了，数以千计的人受过最严格的训练，背着最高机密，孤身或是小股空降到敌后。当时的敌后就是中国大陆哦，就是现在你坐飞机可以去的地方哦。那任务是什么？他们任务要筹建反共组织，策动起义，破坏交通枢纽，破坏军事设施。我先跟你们说，我等一下会把重点放在武汉计划，而且再用几位参与者的口述历史，像林昆荣、潘万发、黄金华等去做围观视角，因为这段冷战博弈最后落到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你花了一个人的命去换宏观战略的一点点可能性，而且这一集是献给我们当年在台东见到的那个前辈林正杰，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反共救国军的成员。你看经典，看到没有 ？YHZ 连读书都不读，反共救国军是1950年代，那时候台独还不知道在哪里，在你妈家里生嘞。这就是反共救国军是蒋介石规划要认真要做什么事情。认真要做的就是，我看一下啊，我的网络又变得有点 delay 了，是什么干？好，没办法，我们来看一下哈。好了，这个难免会因为刚忘了插电，所以造成了一个电力不足的状况。我们希望可以赶快就好了吧？可以了吧？哎，来，好，继续。因为到了1950年代末期啊，国军是真的开始把这件事情做成制度化作业。时间是1957年，这一年很重要，因为蒋中正直接下令成立一个单位，叫中兴计划作业室。简单说呢，他们要专门规划反攻作战，要反攻啦。那反攻要怎么做呢？反攻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把一个绝无可能、毫无生机的计划呢，变成一件能够执行的事情？那这个能够执行的任务说起来简单呐、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容易呢？因为整体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危险在哪里？危险在你根本没有办法
根本没有办法把足够的人活着送进敌后，而且老共的情报做的实在太强了，所以没有办法。好，各位 reload 一下，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了啦。我后来现在看起来应该又恢复了，这个没关系。那所以呢，中兴计划作业室专门规划反攻作战，也就是说，反攻大陆不再只是政治宣示，而是开始有参谋体系、有计划、有分工。各位，原来说呢，如果你是当时的决策者，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情报系统乱成一团，乱成一团。那时候情报体系有好几条线，有国安系统、军情系统、国民党党务情报，每一条线都在做这些事情。于是蒋经国就是小蒋跳出来整合了，他成立一个跨部会的计划，叫做黄龙计划督导小组。注意这个名字哦，黄龙。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黄龙是皇权象征，所以这个计划本身其实就很强烈的政治象征。反攻是最高国策，而且取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直捣黄龙，就是要一路空降到敌后去。所以，1957年9月，整套战略正式命名为黄龙计划。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哦，因为过去大家想象的反攻是大军团登陆，但黄龙计划完全不是，它的核心是敌后渗透加情报作战。整个计划把敌后行动分成5大类：武装突击、空降空投、破坏行动、经济作战、心理作战。你看这5个分类哦，非常接近现代的混合战的概念，叫 hybrid warfare。意思是什么？不是只打仗，而是要破坏交通、渗透社会、操作心理、干扰经济，然后试图在敌方社会里面重新点燃反共的火种。国军当时有一句战略预设，叫做7分政治，3分军事。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它的真正目标不是打赢战役，而是让大陆内部自己乱起来。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到了1960年初呢，反而对岸大乱，但是对于渗透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便了。1960年代初，大陆发生一件大事啊，越境加上3年大饥荒，结果台北的高层错误判断，他说：“嗨呀，这真是一个太好的机会来了。”内部出现动荡，也许敌后渗透呢，就能引爆更大的政治变化。于是啊，众多的反攻计划里面，有一个开始被推到核心位置，叫做武汉计划。这里要注意一个很多历史研究跟记载忽略的点。反攻计划呢，其实不是所有的高层都同样热情，不是大家都说，哎呦太好了，我们今天要反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不是，有一个人的态度其实比较谨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这个陈诚。当时他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谢谢 TikTok 这边 Kate 的抖内哦。那这个他一方面要配合蒋介石的规划，他有反攻国策嘛；另外一方面呢，他要稳定的维持台湾经济跟社会稳定。这里就出现一个著名的事件了，叫草山争论。1961年1月5日行政院会议上，陈诚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必须要从事最坏的打算，才有最好的希望。”这句话其实很值得玩味，翻译成白话就是反攻大陆可以准备，但是你不能把国家赌进去。所以某种程度陈诚的态度变成一个隐形刹车，也就是说，反攻计划要做，但是你不能把台湾的状况拖垮。如果不拖垮，那怎么办？你就是要想办法
有限制的做。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回头看啊，你就会发现他这样的说法是一个很关键的战略平衡。因为当时如果真的把全部国力丢去反攻，那台湾后来根本不会有什么经济奇迹，可能全部都完蛋，可能根本都不会发生。来，我们继续往下讲。所以中兴计划跟黄龙计划统合之后，开始出现了真正要攻入敌后的武汉计划。如果真的要执行武汉计划，那问题来了，谁要去敌后？谢谢 TikTok 这边还有网友抖内的一个宝箱啊，简简单单做自己。来，人、战略、政治、情报整合都是，但是人，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执行武汉计划，问题来了，谁去敌后？你不可能随便抓一群兵就空投到大陆，又不是垃圾分类。所以国军当时做了一套非常特殊、甚至相当精致的一个编组逻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编组方式其实很有意思，它不是照兵种，是按照籍贯。为什么？因为敌后作战最大的问题不是仗，而是你要先活下来。我们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空降特种兵落地之后开始潜伏发展地下组织，最后炸掉铁路。现实是什么？很多案例是落地迷路，村民围观，民兵报警，公安来了，任务结束，时间可能不到48小时就被抓走了。如果一个空降兵讲错口音，或是不懂地方习俗，在当时的大陆农村你几个小时就被抓出来了。所以国防部设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则，同一小组必须是同一省级，这样他们的口音呢、生活习惯，甚至骂人的方式，都比较像当地人。所以讲到这样子，中华民国国防部已经有想了，但问题是就不够。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福建农村突然出现一个讲山东口音的人，那基本上就在村子门口站着，然后胸口挂一个牌子“我是间谍”。所以整个敌后部队整个敌后部队的编组大概是这样子的：初期总兵力约1500人，兵员主要挑选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距离东南沿海比较近，每个大队大概300人。再往下拆成小组，每个小组都必须要保持同省级的原则。这其实反映了一件事情：国军高层其实很清楚，大陆当时的社会控制已经非常严密了。户籍制度、粮票制度、人民公社、居民委员会，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格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地方背景，很难长期潜伏。接着就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些人要在哪里训练？答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桃园龙潭基地啊！我猜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龙城部队6栋1旅所在的地方。蒋中正直接指示建立专属营房，成立指挥部跟3个大队。龙潭从此变成冷战时期特种作战的训练中心。在那里，受训内容包括跳伞、爆破、无线电通讯、近身格斗、群众心理学。各位注意，群众心理学很关键，因为这些人不只是要破坏设施，他们还要策动地方组织。这有多难？真是难了吗？汤姆克鲁斯可能做不到啊。好了，接下来。蒋中正亲自下令要炸毁鹰厦铁路，这个铁路是从江西的鹰潭到福建的厦门，当时是共军连接内陆跟东南沿海的战略
动脉，如果能够破坏它，战术上可以延缓共军向福建沿海集结，战略上呢是为了可能的2期反攻争取时间。所以蒋中正甚至下了一个期限，要6月之内完成爆破。哇，你说这个厉不厉害？这个厉害啊！当时下的指令就是死命令啊，你就是一定要做，你就是一定要做。那怎么一定要做呢？就是下令了，就得去，没得谈，没得谈。总裁亲令要求打下去，那就只能打下去。这个我们讲的直接一点哦，直接冷酷的看蒋中正这个命令，从今天的特种作战角度看，这个任务根本就是自杀任务，因为没有制空权，没有后勤支援，空降之后，任何一个单兵能不能活过1周都是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战略思维里面，这些人被视作能够在敌后点火的火种，熊熊圣火焚我残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就意思就是要你去牺牲的啦，要你去牺牲的。那可是当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来，我们把镜头从龙潭基地拉开，看看整个战场到底在哪里。很多人一听到反攻大陆，第一个想象就是大军登陆福建。事实上，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哦，国军做的事情其实更复杂。我们把它叫做多级战场，也就是一个战场不开一条防线，是开5、6、7、8个防线，同时在好几个方向尝试打开突破口。首先是最直观的一条，福建沿海金门、马祖就是前进基地。从那里出发呢，国军跟反共救国军的游击队对沿岸岛屿进行突击。这些行动其实非常惨烈。这些行动惨烈的程度，很多人今天已经不太记得了。譬如说，1952年1月突击湄洲岛，1952年10月突击南日岛，1953年7月突击东山岛。各位，这不是演习哦，这不是演习，这是真正的战斗。这些突击战有2个目的，第一是军事目的，牵制共军沿海兵力，破坏雷达与观测设施，测试海防反应；第二是政治目的。政治目的，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做到的？是要向美国跟自由世界展示中华民国国军还在战斗，不会只躲在台湾。因为如果你完全不动，美元就可能减少。所以这些突击战某种程度是一个外交讯号，也就是用这些人的血肉来换美军的支援。讲起来很残酷啊，但是没有办法。好了，但是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有一件大事发生了，823炮战。刚 Dylan Hamilton 讲说呢，反共救国军的战果有4万多人哦，他没这么多人呐。但不管啦，我跟你讲，你被国军空投到敌后，你就是当土匪了嘛？你还真以为可以建立组织啊？就是能杀几个人杀几个人，他根本就不管了，根本就不管了。所以你不要说，但是你们说那个规模是不是自己有民变？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哪有这么厉害？他才1500人呢，他才1500人，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好好讨论。Dylan Hamilton， 你看到那个历史是不是真的反共救国军做的，值得讨论？因为在当时，反共救国军是老共真正的心腹大患啊，说他们吃人肉召唤恶魔都有可能，好不好？那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因为在1958年
823炮战之后呢，两岸的对峙逐渐固定下来，中共对金门采取了一种很奇怪的策略，叫单双不。那也就是隔天停火，变成象征性的武力威吓。在这种局势之下呢，大规模的作战呢就变得非常少，所以沿海突击也不能再做了，所以国军就开始再依赖到另外一种方式，叫空降渗透跟情报作战。但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战场，而且距离台湾非常远。在滇缅边区，就是刚郭巴喷火讲的，因为他那边开了一个额外的部队，就是那里其实有一支大型的国军游击队，这支部队原本是李弥将军的残部，后来由柳元麟将军率领。当时在缅北丛林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国军游击战区。那但是，当中国跟缅甸因为边界问题出现摩擦的时候，蒋中正又认为机会来了。妈，什么东西你都觉得机会来了。他说，如果在西南边境开战场，也许可以牵制中共。于是国军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他派特种部队支援滇缅游击队。你们猜出动了多少人？出动了1200名特种兵呢，由特种部队第1总队长夏超率领，搭运输机经泰国边境，秘密降落在缅甸境内的孟帕辽机场。他的任务是什么？任务是在西南边境要建立第2战场。如果成功，理论上可以向云南渗透，建立游击基地，从内部动摇政权。你看，所以那个 Dylan Hamilton 刚讲说什么这一群反共救国军烧杀掳掠我个人怀疑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人就是不够。所以是不是当时确定有一些这个土豪劣绅被策动，变成像太平天国一样的状况？我觉得很有可能。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这边查到的史实了。但很多历史学者都讲，那一场缅北战役是政府迁台后最大规模的海外反攻作战，结果非常残酷啊。首先，中共跟缅甸迅速达成外交妥协，因为双方可以联手围剿这些部队。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态度也更改变了，所以他们真的又变成孤军了。因为美国态度改变，当时蒋经国其实跟 CIA 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就一个计划进行合作，当时叫做野龙计划，也就是天马计划。但美国有一个底线，不能引发亚洲的全面战争。当战况恶化，联合国开始谴责的时候，美方立刻就撤回后勤支援，结果就变成国军在兵力悬殊之下被迫撤离。武汉计划在海外开辟第二战场的构想也就此终止。所以这就是一个失败因为蒋介石当时大概是走投无路了，他什么机会都拿来试一试，什么机会就试一试，但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成功的可能那这个我们前几个段都在讲战略、讲计划、讲作战、讲战场，但是我们把它缩到一个人的部分。因为历史真正能够留存下来的，不是作战计划，是人当这些在龙潭基地受过严格训练的人被空投进中国大陆之后呢，他们面对的现实跟作战的状况完全不同。为什么？
因为老共真的很厉害，他们所做的那个地方构建呢，根本滴水不漏，连根针都插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台北这边啊，很多计划假设说，哎呀，我今天只要空投进去啊，地方民众就会支持，反共力量就会出现，可以建立游击基地。但是不对啊，毛泽东最厉害就是他的社会控制非常非常严格，而且非常精准。你连外人，你，譬如说你骑个单车要怎么样跨省就被抓，因为根本不可能。1950年代的大陆，中共已经建立了非常严密的控制系统，包含了户籍制度、粮票制度、人民公社、居民委员会，整个社会都被固定在原地。任何一个外来者，就像水里面被滴进一滴墨水一样，非常容易被发现。所以，如果一个情报任务在你出发之前，敌人就知道，那代表什么事情？代表什么事情？我看看这个简简单单做自己，说在果茂眷村哦，这个他认识张立宇、强盗哥两个兄弟，四个兄弟，两个投共，两个跟蒋中正，就是青岛军舰叛变，所以。实际上，在台北规划，就是他妈在房间里面规划完了之后，出去发现根本做不了。而且更重要是，当时共产党多么厉害，连 U2 这种黑猫中队的极机密任务，他所有的名单早就取得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当时空投的反共救国军哦，是出发之前敌人就知道，那这有多？根本就没有生存的机会，只有两种可能呐、第一个，对方太强了；第二，你这边情报管制漏得像筛子一样。冷战史的研究者看很多档案后的感想，通常是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很多空降情报员落地之后，几个小时内就被民兵围捕，接下来的等待他们的通常是长期审讯、劳动改造、黑劳生活，有些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讲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悲剧性的案例，叫林坤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啊，但是林坤荣的儿子你应该有听过，叫林正杰，他是台湾党外运动的重要人物。那林坤荣当年是国防情报局系统的人员，1956年呢，他奉命从澳门潜入广州执行任务，任务内容很典型，叫建立组织、渗透情报。但事情发展的很快，他入境才1个星期就被公安抓走了。而且在审讯里面，中共官员说了一段话，当时就让林坤荣觉得，哇靠，妈，这真的没有办法。他讲什么？中共官员说，你在台湾还没有动身，我们就知道你要来。这句话其实透露出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情报网早就被渗透了。很多被派往敌后的人，其实在出发之前就已经被盯上了，所以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才会说，当时敌后任务是去一个抓一个，去一个抓一个，因为每一个人都已经被标定了，只是你什么时候出发，他们可能不是每一个都清楚，但是进去之后就照样抓走了嘛。所以啊，后来很多研究者才会这样认为，就是台湾的情报工作在当时做得太差太差了。结果林坤荣一落地入境之后1周就被抓，然后就被关，关了多久？24年，整整24年。在那段时间里面啊，他跟台湾的家人完全失去联络，直到1980年局势稍微缓和，他才获释回到台湾。但这时候他的儿子林正杰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党外运动。那当然了，因为
他的爸爸被国家背叛，被国家出卖了，然后24年回不来。郑杰兄当然要想走到不一样的方向。这段历史很沉重，而且林正杰后来也被民进党给赶出去，因为林正杰的父亲为了反共情报工作付出了24年的岁月，儿子继承他的方向转了一圈，变成挑战权威体制的政治人物。战略上面用很漂亮的名词叫做非对称作战、敌后渗透心理作战，但对被派出去的人来说，其实只有一个问题：能不能活到下个月？国家战略的巨大力量，最后会在个人命运上留下伤痕，而那些伤痕会跨越世代，以完全无法预测的方式重新浮现。前面的部分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把冷战时期的反攻计划拆开来看。我们看到的战略设计、情报整合、特种部队、海外突击、滇缅第2战场、敌后情报员的命令。但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些计划到底成功了没有？谢谢简简单单做自己。所以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如果只看结果，答案非常残酷，多数敌后作战都没有达到原本设定的战略目标。为什么？原因有2个。第一个，情报判断错误。台北当时的决策者仍然用抗战时期的经验去想象中国当时的社会，也就是只要国军进入敌后啊，当时湖江大家欢迎，那等等，他以为国军只要进入敌后，地方就可能出现游击力量，或许是 Dylan Hamilton 刚贴的。中共那边的史料是说，有很多敌后敌特，就是敌方特务，然后还有造成民变，都是他们煽动，大概就不完全是。可是有一个状况是，其实共产党当年的控制已经完全的压制住了，所以冷战时期的中国。它的人民公社不只是农业组织，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器。你一个公社里面怎么可能出现任何的陌生面孔？有一个人经过，你都没办法解释清楚啊！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民兵系统，空降小组一旦落地，根本都没有办法生存。第2个问题更致命。国民党的情报网被渗透得干干净净，像林昆荣的案例就显示了，很多行动在出发前就已经被掌握住了。这意味着整个敌后渗透体系早就失去了隐蔽性。如果从今天的特种作战理论来看呢，很多任务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破坏鹰厦铁路，在你没有制空权、没有后勤、没有资源的状况下，要求小型爆破队完成长距离破坏，根本不行。这在现代的军事评估之中就是自杀任务，就是自杀任务。为什么我的 TikTok 断线了？所以后来，因为你做了实在太多的自杀任务，然后美方就说，不行啊，你送死这么多人，你派了这么多人去死，你这样子不对，这些敌后活动根本没有希望，根本不准，根本不好，
所以呢，他不准你再继续做下去啊。但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些任务虽然没有推翻中共政权，却在台湾社会留下另一种影响。譬如说，林昆荣的儿子林正杰，他的父亲当反共情报工作付出了24年黑劳，但他自己却在东海大学求学期间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后来投入党外运动，甚至成为台湾民主化过程的重要人物之一。历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在这里，很多父辈为了反共付出一生，但是国家却没有给予他们补偿，国家没有出来给予他们支持。于是他的下一代推动民主运动，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国家机器怎么运作。这就是历史最喜欢玩的剧情反转，一个大反转，真的很耐人寻味。因为国家在威权时期以反共为最高目标，寻求个体要为战略牺牲，但是当个体承受了巨大创伤之后，巨大创伤要求个体为战略牺牲，那个时候就会出事了。那个时候就会出事了。为什么会出事？因为很简单，你凭什么要一个家庭为了你国家的战略方针付出一切、付出所有，而你还不准人家伤心失志？那当然对他们来讲会复仇嘛。对他们来讲，想要报复，想要让自己的父祖辈能够找回他们应有的正义与公道，那这才是后来为什么国民党政权各种不稳的原因。因为你牺牲了太多人，你让太多人为了你的目标放弃了一辈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好了，刚刚有网友问说，那威虎山里面的这个是不是反共救国军呢？第一个，威虎山是有原著小说叫做《林海雪原》，那这个惯匪座山雕，他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先遣挺进军兵绥图家保安第5旅旅长崔老三。那虽然他们是挂着国民党番号的武装，但是那个改版的智取威虎山里面，这些人被称为匪帮或是威虎山匪帮。那他们不管是自称或者是被视为国军残部或同盟，那其实他们就不是所谓的反共救国军。那因为那个威虎山的座山雕真实原型是张乐山呐、他其实反而比较像那个张麻子。那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很复杂。那反共救国军呢，是在东北、广西、云南、缅甸对反共邮局队的称呼。那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破坏共产党政权。那拼凑出来的武装，但是没有办法。那就是总之，他们不是正规国军。好，解释到这里，他跟李弥不一样哦，他不是正规国军，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所以冷战的这一个过程啊，还有造成政治后果，也就是国民党被这些牺牲者的后代给推翻了。哎呦，T6竟然是空特部的啊，他说忠义剽悍、勇猛顽强，空特部报道。来，Sylvia 呛说：“鬼鬼生日快乐哦。”Harrison Wang 说：“那个张书全后来不是跑去给金山
交给昆商当军师。历史有时候变化是你没有办法看到的。来，我们这边要停下来想一件事情：冷战时期的很多历史，过去常常只用两种方式叙述，一种是英雄史观，另一种是战略史观。但今天这整个故事，你仔细看，会发现一件事情：真正留下来的不是计划，是人的命运。武汉计划、黄龙计划、天马计划、野龙计划，这些名字在档案里面看起来都很宏大，但是你把镜头拉近，就会看到有人被空投到敌后几小时之内就被抓，有人在监狱里面过了20多年，有人在前线奇迹生还，也有人永远没有回来。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战略决策是宏观的，但是代价是个人的。如果只从军事角度看，这些敌后作战并没有改变两岸的力量对比，也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但是从历史的长线看，他们留下了另一种遗产：第一是冷战的记忆，第二是家庭的创伤，第三是政治的转变。林坤荣在中国监狱里面度过24年，而他的儿子林正杰后来却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这样的历史转折，其实正好说明一件事情：国家跟个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当国家把个人当作战略耗材的时候，历史终究会在另外一个世代回应。所以重新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们真正应该记住的，也许不是那些计划名称，而是那些被派出的人，那些被牺牲的人，那些从此再没有机会人碰面的那一群人。所以，这个 Dylan Hamilton 说，此频道一切权力归郭鬼鬼，他是幕后大 boss。是啊，但是 Dylan Hamilton 一直在那边讲郭鬼鬼，你有没有抖内给他这个？有没有抖内给他生日快乐啊？好不好？郭鬼鬼还讲说，我今天守总统府很累，需要犒赏一下啦。干犒赏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在这边要做一个稍稍的分享，就是为了国家大义而牺牲的人永远不会100%的服气的。你今天告诉他，哎，为了国家千锤百炼的特训，要深入敌后破坏，但是真心没有。黄金华经历过823炮战，他从来没想过民进党会说这是国民党打的仗，我们民进党为什么要去参与？然后潘万发、林坤荣这些人都是既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也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偿。但是国家却叫他们为此牺牲，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状况？坦白讲，我也不明白，我也不确定。可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思考的事情。非对称作战不是不能打，而是死亡几率太高。你知道，呃，当时在威权时期的国家机器用宏大的反共战略为名，要求军人奉献一切。但是当军人身陷敌阵的时候，国家的冷漠与无能为力必然对其遗嘱的国家认同产生动摇。林正杰对国民党体制的反叛跟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那个视个体生命为战略耗材的威权时代的控诉。而他在晚年政党轮替之后，
他的表态，譬如说他激烈反对换柱，支持洪秀柱，甚至不惜卖出他台北市的房产筹措竞选经费，又展现了他源自眷村割舍不断的深厚中华民族主义情感。林家父子的生命史啊，就是一个他爱这个国家，但国家不爱他，所以很可惜，我当年曾经答应过林正杰前辈哦，如果等我这个出狱之后，我要再去访问他，但是没想到他的癌症爆发的很快，我还来不及离开北监，他好像当年3月就过世了。那我是觉得非常遗憾啦。但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当做献给他的一个纪念啦。为什么？因为他的父辈为了反共付出一生，但是他下一代推动民主运动，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反思。这些计划都不成功。林昆荣，也就是林正杰的父亲，在监狱里面度过8000多个日月，他跟台湾的妻子跟幼子彻底断绝音讯，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林正杰前辈呢，他是出生在台湾云林县，籍贯是福建省东山县，从小在眷村长大。但是他的爸爸一去就这样子。你看那个 Door Pearl 说，没想到林正杰委员已经离世了，太快走了，都是这样子啊。好，PayPal 赞助目标不知道算几个目标？等一下，我来看看啊。觉得这是很感慨的啦，也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到底是有没有这样子的发展？来，你看这个常青兄说：“哎，赞助郭台长频道，一切权力归于郭鬼鬼。”好，郭鬼鬼意思是说要多一点，他叫我下次要给他多一点。好了，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网友，我也趁机也念念抖内。这个高新妹说：“朱大抖个上课费，希望你继续撑下去。”昨天主题太猛了，我只能说你知道的太多了。哎，那个我在讲台湾的，我在讲台湾的事情啊。那因为这个，哎，为什么我看不到他后来到底写什么？就是我们当年说那个网络拥塞的问题是台湾自己，结果有网友跟我讲说：“你知道太多了，这个太危险了。”好了，谢谢，他也抖了一个大的，感谢你哦。然后那个常青兄还说，二战小说加入高士调教情节嘛？没有，好不好？不是，这就是历史的悲剧。你知道，林正杰想改革，但没有想到后续贪腐，后续真的继续的让林正杰失望再失望。他们那个年代要做党外是豁出去干的，是把头提在手上的。这个世代，我真的觉得很无奈啊。但等等，我昨天有一些抖内没有念，看看啊。昨天有个网友，但是我看一下哈，因为我们讲四行仓库的时候，
网友什么生，他说董内否真正的孤军800壮士 on behalf of Abu Anis， 这是哪位？但我有念出来，我有念出来。然后这个贝尔乌萨兹有讲兵哥出大，劳动节快乐。然后有另外一位不孝网友，我看这不孝网友叫什么判，他说什么朱大问你一个问题，我给领导送钱，他不收，我可以告他拒收人民币吗？这不是有点像王大陆吗？大陆不也是觉得你收我钱要让我逃兵，你不可以没有达成任务就收我钱，我不能接受。好，什么课？我很怀疑耶，我有很多忠实的微信抖内者，名字看起来怎么像都是女性但我的女性观众实际上只有1/4耶，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什么豆，什么白？也有网友说感谢做了800壮士这一集，所以我要讲啊，对啊，最记得林正杰在电视政论节目揍了金恒伟，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有时候很感慨啊，就是那些真正爱国的人跟那些爱钱的人斗争起来，通常都是爱国人先完蛋。GHHJ 说，我觉得你有1/10是女性就高了，哎，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我也很努力，希望能够让所有人都对我讲的题目感兴趣呀。来，结果兴冲冲的看到支付讯息是今日第一笔收入是什么什么你看到没有？我是有女性观众的，但他好像没有留言。好哟，什么什么赔？而且女性观众抖内都抖比较大这个是怎么样？你们这些穷男人有啊？但是我谈足浴，你看什么什么好说，谢谢朱大，谢谢800壮士。我讲足浴，我就是骂足浴，我就是骂张凌赫，好不好？你说这样怎么会讨女性喜欢呢？所以我真心很感谢那些这个愿意看我节目的，像什么什么旺说谢谢朱大，向800壮士致敬。Suppo delights， 朱大过了些时间，家里小孩也大了，有时间都花更多心思在教育上面。有时候来不及追你的直播，即使如此，还是会持续追踪看回放。台湾真的需要你专业的声音，加油！对啊，我知道一直都有女听众，我知道，而且他们抖内往往比这些臭男生要多。Alvin OK 说我是爱国女同胞，喵秀秀说朱大晚安来上课了。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比较短，我想要跟各位讲的其实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遗忘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应该要怎么走。哎，等等，为什么我觉得那历史歌变政论歌啊？我现在开始在讲历史，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所以没办法，没办法。好，对啊，那个 L 小戴说 I am a female too，对，都有。我只是觉得我每次后台的那个观看都是这样子。
但我这边最后要讲一些东西呀、我最后刚好花这些时间讲，最近我们流量稍稍变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碰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坦白说，我真的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而且很不乐观。你看现在民进党不管怎么做，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没有反击的力量。你不要在我们这边同温层里面，对不起，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支持同温层，我常常骂来支持我的网友，来观看我的网友的原因就是你要跳出去看，你要跳出去看，你就发现除了我们这个同温层之外呢，其实真正支持这个民进党的人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多，可能也许有一半，但是民进党已经设法把他的支持群众拉到40%多，快50%的时候，再加上有各种各样，譬如说蓝营就是有那么多野蛮人，蓝营里面还有人花钱内斗、花钱打自己的。我昨天就讲过，很多时候你觉得有些人怎么忽然之间开始打某些人，逻辑上说不通，那是因为他拿钱了嘛。他的上级长官负责养他的人，给他钱叫他打了，那他当然会打。哎，你看郭鬼鬼 L 小戴最支持你啊！新加坡的网友 Sylvia Chang 说支持朱大，女性支持朱大不只是支持哦，懂那一个我也是女性。那个 L 小戴说，这个 Mrs. 鬼鬼 is such a great friend of yours with such a courageous personality。他说鬼鬼是你的好朋友，而且勇气十足。Don't let her wait for her birthday surprise. She's a true friend. Go bless the beauty. She deserves it. 好，我们这边这个公开祝郭鬼鬼生日快乐，希望他今天可以快快乐乐，好不好？希望他今天做快快乐乐的事情。我要认真带货，各位。第一个，本台的水果新进了很多种版本的那个苹果，包含了这个纽西兰的沙比，包含了我之前觉得最好吃所有的苹果，最近这一波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那个 Honey Crisp，就是又脆又甜又好吃。所以鬼鬼领到一个大红包，开心吧？然后这个谢谢 L 小戴提醒我们，我们要祝郭鬼鬼生日快乐，希望他一切平安。还有他从我这边拿走那么多我带货的东西，麻烦你认真吃好吗？那个我这边都又再卖出来10组羊肉炉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吃，还没有吃给我看。郭鬼鬼说，我今天很快乐，一直在握手合照，现在正在吃大餐。可他到底为什么跑去总统府去啊？麻烦你阻止一下韩国瑜好不好？来，我要讲的是，我不谈政治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你看，光是一个要不要军购，在野就可以分裂。那到底要军购多少钱呢？是完全不军购，你不可能挡得住美国的压力的。那或者是你要全面军购，那你看卢秀燕讲那种什么稀巴葫芦的话，就是，哎，我觉得要到1兆跟1.2兆左右。那你的科学依据来源是什么？是你觉得吗？你不是说你是台中妈妈？台中妈妈忽然之间对武器军事采购有了解吗？你看又来一个智障，妈干！为什么青鸟智障这么多？妈还问我反不反共？妈标题叫反共救国军，干我屁事啊！又不是我被空投到敌后去。这个 L 小戴说 Lucifer tell her she is called angel。这个 L 小戴说郭鬼鬼你的名字就是天使的意思。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人设不可以这样变来变去，你要说服你的选民，你就要以理服人。
我其实从头就觉得台湾不可能不军购，因为美方的施压太大了。你看看陈水扁被美方施压之后，他妈后来被抓去关呢，你觉得挡得住吗？挡不住。可是你至少要有一套逻辑推演，不要讲着讲着又有人拿钱出来见缝插针。哎，你看那个谁谁谁呀、他为什么最近忽然立场转变？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在那边搞？那自然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台湾最可悲的就是这些风向转来转去人，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钱，另外一个是因为拿不到钱，所以他就拿这个东西来逼你，说，哎，你他妈不上我节目，或者是你不拿钱给我，他妈就打你。那这个东西所在多有啊，我们看多了，但其他不能讲，我至少自己不要这样搞就好了。所以你真的只能 Kiki 说他是新加坡人、福建人，对啊，Kiki 说我也是女生，好好好，难得。所以我要这样讲，等等，我要进绿界，让我看一下啊。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呐、很遗憾的地方是，像这样子打，你真的打不过团结的民进党。民进党非常团结，他不管顺境逆境，他绝对是团结到底。这对国家不好，但是对党好，因为当他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就很简单，就很简单，你一定选战上是打得赢，打不赢的啦。这个好，谢谢 T.O 这么支持，这个郭鬼鬼，他说达标了，好啦，我们现在各平台就达标了，到时候给郭鬼鬼包一个小红包。还有前几天有 Jocelyn Yu 这个抖内的一笔比较多一点的，5月2号应该是我在讲800壮士的时候，还有曹资伟，还有 RWD 7514。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也不要怪我对政治没有什么热情，我们最多就是笑一笑，因为除了笑之外，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很遗憾，很遗憾，好不好？坏掉龙酒说还在外面迟到，抱歉，请支持水果削皮刀担任阿鲁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朱祝福打击谢谢。从以前到现在，神是美国，鬼也是美国，后令部档案室很精彩，再也很难让人有期望，近乎绝望。所以就希望大家好好的活下去。凝视深渊说：“请问东北松花鸡肉卷解冻后就可以直接吃，还是要加热？它可以冷着吃啦，可是问题是解冻之后冷着吃，那个温度不好拿捏。我建议你热到常温就可以了，因为它本身是烟熏的，所以可以吃。哎，这很脆啊！而且最近我要讲，林强是个好人，但是最近不过就是因为他对美国有意见，他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那么多战争，他才是世界乱源，当场就被青鸟狠狠的拷碎，连他以前怎么样，什么对小三怎么样，什么对老婆怎么样，通通都挖出来。我真是想说，是不是现在反正不能说一句对民进党不好的话，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就只能笑一笑，好不好？
对，就是林强。林强最近被三明治跟青鸟考碎啊，打了妈天翻地覆。但林强一直都是左派，我跟你讲，林强一直是彻彻底底的左派，他就是走平权，希望人民过得好这个方向，但是他又亲绿。可是问题是，你只要对美国有意见，现在青鸟才不管你到底怎么样，他就硬干硬开，所以他只是骂了美国就被出征。所以我跟你讲，接下来我想要做一集的题目，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方法思考啊？对，山竹新上市，但是因为山竹很容易搞得我全身上下都红色的，所以直播的时候我没办法吃。但是各位记得买，这是新鲜的东南亚泰国的山竹直送台湾，赶快买，赶快吃。我们一次是4盒，大概20颗左右吧，一下就吃完了。来，而且还没完，你们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注意到了，就是阿扁忽然之间意料之外的变成新时代的偶像。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今天难得趁这个时间，悄悄的聊一下，阿扁现在在 Threads、在脸书、在各个平台上面非常受到欢迎。我要说的是，校长要小心呐、阿扁的 Threads、阿扁的脸书，干他已经变成民进党现在最会玩梗的男人了。而且很多人看到陈水扁是 The Good Old Days，就是就想起干我们民进党当年代表的新力量，代表的正确力量，代表的会跟年轻人、会跟所有的贩夫走卒沟通那个年代。校长啊，你要小心呐、连阿扁都有可能威胁到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波对你很逆风啊。来，等等，Dylan Hamilton，你问的问题是校长怎么回来？我有答案，你明后天有空在抖内。我告诉你，如果你听了被说服，记得抖那个5块10块都好。第一个，我当然不会说，妈校长既然是货物被运过去，回来就把它拆成零件再送回来，不会，这个方法不可能。这你有没有注意到？根据等一下，据外交界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的外交部千想万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可能性。去访问的其他国家元首，偏偏都跟台湾没有邦交。譬如说南非上比亚总统，为什么是这段时间呢？还有莫桑比克、多查纳、辛巴威、赖索托，哎，我们南美洲那个
国家是什么？我在做就硬飞啊！我跟你讲，他就做两个结果啦。第一个，同班班机飞回来也没有不行，不然你要击落他吗？第二个，叫别国派一架飞机去飞，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什么？他现在飞机往南极飞，干要去看南极极光，对吧？所以并不难，并不难，你不要替他担心回不来，因为他回不来对共产党不一定是好处啊。难得有一个这么好预测、这么好塑造的敌人，简单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同一班机飞回来。这不要想了啦，你还派那个萧美琴接他，干你要弄死中华民国，对不对？你们觉得 Dylan Hamilton 说想不通为什么赖清德要这样去，那是你不了解赖清德。赖清德就是一个拗，你叫我不要去，我就偏要去，我就偏要去。T67W 说，我猜5月7号回来。啊，我跟你讲，时间都不是重点了，因为他可以回来啊。他可以回来啊。那斯瓦蒂尼国王究竟有多少个老婆？我我要想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不可以用一个只能用一次的招数来当做你的外交突破，因为你会断了所有后面人的后路。什么意思呢？以后萧美琴也不能这样子化整为零出访了，以后下一任总统也不行了，以后外交部长也不行了。那这个到底是你不能这样做啊！执政要有延续性，你不能让它没有延续性。好，史瓦蒂3世Swati 正式娶了16位妻子，那现役人在宫内有11位左右，有离开、有离婚，还有过世的状况。那第16任妻子呢，是前南非总统 Jacob Zuma 的21岁女儿，不错哦，21岁。那每年呢，史瓦蒂尼是非洲最后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国王每年可以在芦苇节从数千名未婚少女中挑选新王妃，这是当地的国家传统。那史瓦蒂尼呢，仍有6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这种选妃的方式呢，在当地仍然是皇家文化的一部分。16个吧，15个还是16个？
我的延续性意思是，你还没懂。这种突袭的方式在外交界很让人忌讳。你不要听那个王定宇讲说什么，这个到了才宣布是一个国际观念，那个鬼嘞！你的这种方法叫做偷袭外交，偷袭外交不利于未来人家跟你的货。我知道啦，史瓦蒂尼选妃要赤裸上身了，但是这样子的外交手法会让后面的人没有办法做事啊。刘体两说生日礼当祝福，小小抖内致意。河畔微光说顺便祝福生日快乐。这个 Irene Love Snow 说 Gotta say again, your president is so funny。我觉得某种程度是一种荒谬的行为艺术啊。所以这个但我觉得你又不能拿他怎么样，你又不能拿他怎么样。就这种做法不是国际惯例，因为你会让宗主国很为难，你会让当事人很为难。什么被打压？我不觉得去访问一个君主制选妃，每一年他的国民都要赤裸上身的接受选妃的一个国家，有什么好骄傲的？这有什么被打压？我他妈叫我去，我还不想去嘞。所以嘞，你知不知道台湾现在的债务、现在的劳健保都快要破产？你他妈觉得告诉我说去史瓦蒂尼很重要？What the fuck？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你的尊严到底是我们这样讲，去史瓦蒂尼到底是你中华民国的尊严，还是一个人的尊严？讲清楚好吗？讲清楚，你不要在那边做梦了。行为艺术，我个人很赞成，反正大家哈哈哈笑得很开心，兵哥也笑很开心，我也笑很开心，我就不深究了。我跟校长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所谓的 diplomacy 是要有延续性的外交，就是延续性，你今天交了，明天还可以交，后天还可以交，还要说什么？我一定要去，我不觉得，你国家内部都治不好，没有办法，好不好？哦，的确很好笑啊！你说出访史往蒂尼是这个彰显民主同盟，但人家没有跟你民主啊，人家是皇权国家哎，人家是皇权国家哎，什么叫王权民主？这是妈在开玩笑是不是？你民主阵营的伙伴是这种人的，什么时候低贱到这种地步了啦？这个 David Jackson 说忍不住臭骂一顿，校长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只在乎当下的面子。然后所有的幕僚跟外交体系都纵容他做出比屁还要屁孩的行为，国格全被他搞坏，下一任也别想有正常出访行为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就是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正的研究性，你去问外交体系的成员就知道，当你搞突袭外交，当你搞这种很抽象的外交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了。我就搞不清楚这个东西要怎么办，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知道，是你的后面，你总有下一任吧？也许不是，也许是你自己，也许不是你自己，也许是这个民进党，也许是国民党，但是当你下任的人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呢？哎，所以呀、我真心不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好吗？而且，而且这真的麻烦的地方是，妈，
外患也就算了，妈内忧嘞！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发动妈黑死病战争，是不是？到处出现老鼠，各种各样的老鼠。然后以前明明就有老鼠，但是以前不会拍到，以前也不会做新闻。那你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老鼠？不是，不是没有，但是现在就是要搞，就是要弄。我真心不懂，嗯，我真心不懂。那你要怎么办呢？好了，有网友说，神秘 A340已经从史瓦蒂尼起飞，那注册号、目的地都隐藏啊，随便啦、随便啦、这个都不重要了，好吗？他一定回得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重点，现在都是他妈浪费时间在那边搞。那结果台湾现在妈整天在谈老鼠，干是什么料理鼠王宇宙，是不是？就是算了，就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请大家接下来就注意一下吧。反正后续的变化很难说，我也不觉得后续会有什么脱稿的问题。那大家就各自看着办，各自看着办，好不好？那甚至你知道现在政局已经乱到，我刚讲了，阿扁又跳出来了嘞。阿扁当年可是所向无敌，现在他都觉得这个时机是好时机，他可以出来再讲一讲的时候，你觉得台湾有多乱？台湾就真的很乱，乱到一个靠北啊！庄坤义说，台北老鼠地图就大罢免团体那时候在搞什么小草店家一样，继续乱。对啊，我们变成妈迪士尼世界嘞，到处都是米奇，有没有这么多米奇呢？我跟你讲，我们接下来还会再关注，还会再关注，不是关注老鼠，干我关注老鼠干嘛？我要关注就是川普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谈。我现在一直在收集资料，这个礼拜六吧，可以好好的，可以好好的谈一下。所以啊，那没关系啦，就是都已经没办法讲了。哦，这个 L 小戴说，也许你们总统真的很想要看非洲舞霸、狮子、豹子、犀牛、大象，还有野牛。对啊，Dylan Hamilton 说要破四旧，是不是灭鼠嘞？那我们接下来灭麻雀了。Violet 说天下大乱，情势大好，我个人只想笑一笑。外交劳动酒说补满了，好啦，恭喜郭鬼鬼，你的生日礼物补满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最后还是要讲，今天节目比较轻松一点。对，今天就聊完了。我们今天题目比较简单呐。来，今日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话，请按一；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好但讲的不好的话，请按二；如果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哦，除四害，对不对？请按三，好吧？各位来投一下。郭鬼鬼今天下次见面可以拿到红包喽，有空赶快来约一下，好不好？好了，今天谢谢大家赏脸呐、这么轻松的内容也可以按一。别说这礼拜六我生日哦，大家快乐。好了，生日快乐啊，郭鬼鬼。对啊，Angelica Wang，你跟郭鬼的名字实在太像了。好，这么不轻松哦，
但我的意思说，那个资讯量没有很大，我就是讲一个故事跟大家闲聊一下，好不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讲，也谢谢 TikTok 这边的网友，好，脸书这边呢0人真开心，好，我就不管他了，没差。那我跟你讲，台湾真的要担心的才不是校长要跑去哪里嘞，是吗？接下来川普去了北京要牺牲多少啊？拜托，谢谢大家的投票，那我们就缓缓的跟大家。哎呦，好，各位，就是有这种网友比我还要急，最后一定要放支付宝。好，来，不放不行就对，放了你也不抖啊，我不能今天开开心心的继续走下去吗？好了，这边就是小弟要饭的成果，好不好？支付宝跟微信。那这个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请大家如果今天说书听到有趣你没听过的故事的话，可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就也算是给我一个饭吃，好不好？这个桥段一个不能少，你们有没有这么关切要饭的桥段？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这个 Irene Love Snow 说给鬼鬼一个大象。不过还说音乐开太大声了，把吓到。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说拜拜了，好不好？最后我们有这个支付宝画面，表示我有认真的尽到要饭的工作，好不好？来，拜拜。